不好意思啊，请你们再等齐经理5分钟吧，因为他的车在路上堵着，他一到的话会给你们解释标书的。嗯。秦明浩。 不好意思啊，我没那么多时间等你。秦总，请问，你们每次投标都要迟到吗？叶小姐，这位是我们公司的秦总。你怎么会是这个公司的老板呢？现在不是你发问的时候。 我需要你给我一个解释。等等，你现在走是什么意思啊？是想让这个小公司倒闭吗？我现在就从我的公司辞职。哦，又要一走了之。哼，这个我见识过。没想到这么长时间了，你还是这么不负责任呢。 真的非常抱歉，齐经理到的话会给你们继续讲解的。好，继续等。哎呀，秦总，哎呦，对不起啊，我车坏在路上了。小叶，已经开始了。不，已经结束了。什么？ 你们公司实在是太没有诚意了。哎呀，秦总啊，实在是对不起。不光是你的问题，还有他。小叶，你怎么回事？把这件事给搞砸了。 齐经理，对不起啊，是他非得让我讲解的。你说一句对不起有什么用啊？你知道我们为了拿到这个项目，我们花了多大的力气啊！你现在一句对不起，让全公司的人跟着你喝西北风啊！我不管，你现在去跟那个秦总解释，无论用什么方法，一定要让那个秦总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呀！我什么我？你还想不想干了？现在就去呀！好的。 那你等我一下。进来。秦总，卓越销售的叶小姐想见您，她想求您和卓越合作。哦，让她进来吧。好的。叶小姐，请。 秦总，谢谢你可以再跟我见面。今天我来，其实想跟你说的，就是今天是我们公司的失误，才导致那个会议不能够完成。真的非常抱歉。这会儿就咱们2个人，还装作不认识，你觉得有意思吗？啊，叶一山，这么长时间了，这么多年，你难道不觉得？ 你应该给我一个解释吗？秦总，我不是太明白你说什么。我们还是说说现在的事吧。我相信你是最清楚，我们公司是最适合你们产品销售还有渠道的。要是你选择了我们卓越，那肯定是利益双赢，这个我们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。叶一山，我真的非常佩服你。 事已至此，你还可以这么跟我面对面的来说你们公司的利益。你的意思我听懂了，你无非就是让我把这单生意给你们公司做，但我真的很难过。我证实了一点，在你眼里，我始终都只是生意，
对吗，爱丽丝？秦总，在商言商，我们卓越真的很有诚意的。好啊，有诚意是吧？拿出你的诚意啊！秦总，怎么了？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你这是有诚意的表现吗？秦总，这里是办公室，请你自重。我如果真的要自重了的话，恐怕就不可能再落入你的任何圈套喽。啊，爱丽丝。秦总，别叫我秦总。回去告诉你那什么经理，我是不可能跟他合作的。还有，我想告诉你，我现在已经不是以前的齐明浩了。你走吧。你好，你好。我是想来打工的。啊，打工啊？嗯。哦，你也是燕北大学的？啊，是啊。我也是。你是哪届的？我是05届的。哦，我04届的。那我是你师哥了。师哥你好。你好。一山，睁眼吧。你最喜欢的鸢尾花？那你知道鸢尾花是什么吗？它在拉丁文里面的名字叫爱丽丝。我知道啊，所以从今往后，你就是我的爱丽丝。爱丽丝。振宇啊，啊，妈，妈，这么晚了怎么还没睡啊？我睡不着啊。妈，您是有什么心事吗？我能有什么心事啊？振宇啊，啊，你说我好不容易把明浩劝回了国，结果他要创业，哎呀，每天忙到这时候才回来。你不心疼儿子啊？我还心疼我孙子呢。哎妈，我怎么能不心疼儿子呢？啊，这明浩办公司的事情我知道，虽然他的公司办得不大，但是在业内很有影响。哎，我觉得蛮好的呀。还蛮好的。怎么，你要明浩将来创个明浩集团？妈，我跟振宇商量了，等明浩啊他的事业做大了，我们就把他收购过来，到时候啊。他还是会回到振宇集团工作的，随便你们吧。不过有一点，得给我乖孙子，找个孙媳妇啊。妈，您孙媳妇的事儿啊，我一直都在找合适的，最近有点眉目了。过2天啊，就带她来跟您见面。真的？谁家的孩子啊？就是那个宋总的千金宋丽亚，她跟明浩小时候就认识。哦。宋丽亚，我记得，哎，我很喜欢她的，太好了。丽亚呀，刚从英国留学回来，我跟宋总打了个招呼，让他安排一个时间，让他们2个见面。哎，那你呀，赶快安排好了告诉我，我去把关。妈，我看这次明浩的婚事，还是由他自己做主吧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啊，我不能管啊？哎呀，妈，不是的，振宇的意思是啊。明浩啊，刚开始创业，还不知道想不想谈恋爱。哎呀，赚钱赚到什么时候才是头啊？况且，谈恋爱、结婚跟赚钱是2码事，又不冲突的。哎，别理那些男的啊，赶快去找那个姓宋的，马上去见面啊！哎，
秦明浩那个家伙要我们各种财务报表，现在马上立刻，还要我立即过去。叶医生，你马上给我准备。报表，我又不是会计人员。哎呀，人家指名道姓要你去，马上弄好，跟我走。但是什么呀？上次就是因为你把这个项目给我弄丢了，这次不管秦明浩要干什么，我都要牢牢抱住秦明浩这个大腿。好了，3分钟之后出发。秦总啊，你收购我们公司虽然很意外，但这绝对是我们的光荣啊。这以免夜长梦多，咱们赶紧把收购协议签了吧。秦总，啊，签，现在就签。哎呦，太好了，谢谢秦总。秦总，您真是爽快人。回头有空啊，我请您吃饭。别改天了，就今天晚上吧，我有空。带着依山小姐一起，没问题吧？好啊，好啊。时间不早了，我要走了。这些年，我没有一天不想你。我知道我很没出息，但是我就是爱你。你喝醉了吧？我没醉，我清楚得很。我知道你现在在嘲笑我，你都对我那样了，可我还在追你，还在死乞白赖地缠着你。你到底是给我灌了什么迷魂药，让我对你这么的死心塌地？好吧，你赢了，我想和你复合。我不能没有你，说吧，只要你能跟我复合，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。秦总，我想要不是今天为了商业合作，我不会跟你有任何关系。不是因为今天的合作，我想我这一辈子也不会跟你这种人有任何关系。你真够绝情的。好啊，秦总是吧？公事公办 ，OK。你一点都没有变。哦，对了，后来咱们俩散了以后，你又钓了几个凯了？怎么我早没有看到？你是那么龌龊的人。如果没有你出现，我想我的人生完全会不一样。以前是我幼稚，可是你放心，现在的叶一山肯定不会让你失望。姐，
你干嘛不接电话？啊，甲方，好奇怪的名字，你认识他？是我的合作伙伴呢。那为什么可以不接合作伙伴的电话？他骚扰你？不是啦，都收工了，还接什么电话？拿来吧，快去。哎，那这个甲方他有没有钱？他有老婆了吗？还是他是个大胖子？不是，不是，都不是。哎，喂，一婷，喂，喂，爱丽丝。谁？我找依珊。啊，我是他妹妹。哦，你是依婷吧？你知道？喂，你那么晚打电话给我，到底想干什么？我15分钟以后到你们家门口，我希望见你。姐，振宇集团继承人什么时候变成你男朋友的？你们什么时候交往的？你怎么不告诉我？没有，他不是我男朋友。哎呀，哎，可是他刚才不是约你出去吗？怎么不去？我不会去的。哎呀，去嘛！不去。去了，去见一面呢。啊，有什么话好好说嘛！啊，好吧，我去跟他说清楚。好，那你等我，我陪你去。你别胡闹了，我一会儿就回来了。依珊，你怎么找到这里的？我虽然钱不多，但是关于你的秘密，我还是可以买得到。一定是老齐是吧？我真的不想跟你吵架。哎，我也不想跟你吵架，我想跟你好好聊聊，行吗？说吧。在这儿啊。去我们那老地方吧，上车。姐，真有你的。哎呀。你倒是说句话呀！还那么沉默，还这么害羞。依珊，还记得那把长椅吗？这么多年，它一直在这儿，周围的环境也没有变过。过去坐坐。说句老实话，依珊，我一直试图忘了你，但是我实在忘不了。我越想忘了你，我的记忆就越清晰。我真的很痛苦。如果你真想遗忘的话，我可以帮你。我知道，咱们这几年没有联系，你的感情生活应该是波澜壮阔的。我估计，我在你的生命当中，只不过是个过客。我的感情生活很波澜壮阔，是吧？
你的想象力太丰富了。是吗？好了，我不准备再折磨自己了。我承认，这些年我爱你，你知道吗？每一次一想到结婚，我就想到你。这样吧，算我求你了，我们复合，好吗？齐明浩，你别再搪塞我，我希望你能给我一个准确的答案。我也不希望你来敷衍我，我只需要知道，你是否还爱我。如果你说你不爱我，我不会再纠缠你，我现在掉头就走。但如果你不敢说出你不爱我，我会一直等着你，等你回到我身边。你知道吗？我本来差点就忘记你了，你为什么突然间又出现，在我面前说什么多深情多深情的话？你以为你说这些话会得到我的理解和原谅吗？我曾经跟你说过，要不是你出现，我的人生一定不会是这样子。齐明浩，你回去做你的大少爷吧。要是你3年前像现在一样这么坚持的话，那会像现在这样吗？我等了这么多年，你就这样给我一个交代？到底是谁的错？啊？3年前不是你的错吗？难道是我的错吗？我都已经求你了，让你回到我的身边，我已经不计前嫌了，你还要怎么样？你能不能不这么刻薄啊？秦东啊，上个季度的财务报表你收到了吗？哎呦，对不起，1个星期前我就收到了。哎，抱歉啊，我这段时间身体不好，我抽空看完了以后啊，我答复你啊。哎，我听说明浩的公司收购了一家专业的销售公司。哦，有这事儿？哦，什么公司？好像是卓越公司。卓越公司。齐经理，啊，我们要见谁啊？这里都不是我们工作的地方。现在是了呀，现在这1层楼都被我们公司给买下来了。啊？你以后就在这儿工作了？我在这儿工作？嗯，那我的新工作是什么呀？从现在开始，你可是董事长的特别助理了。董事长？齐经理，营销才是我的工作啊，这董事长又是谁呀？我说你啊，怎么这么多问题啊？啊，你在这等我，我一会儿就来。爱丽丝。爱丽丝，新董事长是你？对啊，你是我助理。你让我做助理？是啊，我为了你，把这公司买了。为了我？可我想做的是营销。我知道，但我买了这公司，现在你是我的特别助理。那好吧，董事长。我现在正式向你辞职。嘿，我就知道你要来这一手，我早有准备。我跟那个姓齐的说了，只要你敢辞职，你这些同事们全部都得喝西北风。我立马把这公司的股份卖掉。
我不是齐经理的私人物品，为什么要把我写进你们的协议里面？没有啊，现在你面临选择啊，是让你这些同事喝西北风，还是救他们于水火之中？你选喽。我告诉你，我要辞职，谁也阻止不了。我的想法很简单，我就要你，可以啊。哎呀，你的同事要喝西北风去喽。振宇啊，来吃点水果吧。妈，我吃不下去啊。哎，你急什么呢？啊，明浩做事你还不相信呢？不管他是收购别的公司，或是在哪儿上班，肯定都有他的道理的。妈，您是不知道啊。明浩收购的这个，叫卓越公司，我去查过了，他根本不值这个钱。反正啊，我就是相信我的孙子。哎，明浩回来了，来吃点水果。奶奶，这么晚了还不睡啊？还不是为了等你啊！啊？明浩，我问你件事啊，你最近是不是收购了一个叫卓越的销售公司？对啊。那我问你，你觉得这个公司它值这个价吗？还有，你的公司真的到了拓展的地步了吗？干什么呀？孩子都累了一天了。明天，你就给我回集团去上班吧。明天？这怎么可能呢？不可能，为什么呀？爸，是这样，我之所以不尽早的去咱们集团工作，主要是不想在你的庇护之下，我得自己创业。你看，我现在这个公司刚刚走上轨道，我不能说走就走，对吧？轨道？我看你是偏离轨道。你干嘛冲孩子喊呢？啊，你心脏没事了？明浩啊，你赶快去处理一下自己的事情，回集团去帮你爸爸啊。现在重要的是，你什么时候可以见见那个宋家的千金呢？嗨，没那个时间。怎么叫没时间呢？你吃午饭总有时间吧？就吃个午饭，或者我让他到家里来，你见一面总有时间吧？哎呀，哪顾得上啊？那你什么时候才顾得上呢？我压根儿就不想相亲，奶奶。你根本就不想谈恋爱，对不对？不是，现在在我事业的关键期，我怎么能分心呢？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忘记那个叶一山。妈，你干嘛提那个女孩？我怎么不能提呀？啊，你说那个叶一山把我孙子害得多惨呐！他现在听到“谈恋爱”3个字就吓得要命。你都没有正眼看过一个女孩，你怎么？你打算一辈子就打光棍了？你说话呀！怎么就跟你爸一样那么倔脾气呢？真是的。
姐，你的电话怎么也响不停啊？对不起，我关掉的。是谁打的？哎，是不是那个秦明浩？你干嘛关机啊？你就跟他聊聊呗。我又没那么闲，跟那个闲人聊。哎，你没有，我有啊。哎，如果把骚扰我的人换成是秦明浩，那就太棒了。而且一个富二代自己创业成功，我都给他点赞。不要理他就好了。姐，你为什么这么讨厌这个人呢？秦明浩，哎，不管是身高、外貌，还有家世，都是一流的。除了人品，他人品怎么了？可能是因为他太有钱吧。他一点都不尊重爱情，总是拿爱情当儿戏。所以我觉得，我跟他根本不是同一世界的人。哎，不会呀，姐，你记不记得，你小时候最喜欢灰姑娘的故事？如果你现在抓住秦明浩，那你就是现代版的灰姑娘啊！啊？不要幻想了，你真的以为你是灰姑娘，可以借你的外表来骗一个王子？你呀，突然提什么灰姑娘啊？睡觉。无缘无故发什么脾气啊？你说像秦总这个富家子，真的是生下来就会做生意啊？可不，我就喜欢那么霸气的男人。这才买了公司几天呀，业绩做的比那秦总1年的都强。要不是秦总收购咱们公司啊，哼，我早就辞职了。你这反了天了吗？我跟你们说实话啊。我确实佩服秦明浩，不过他为什么买咱们公司，我确实想不通。我劝你呀，还是往前看吧。公司没有秦总这个大贵人，你会有今天的江山，会赚那么多钱？哎呀，咱公司上市，我能有多少股份呢？你现在少气我，肯定少不了你的股份的。您喝茶。小凡，你跟明浩一块从美国回来打拼，还适应吗？挺好的。好。那你能不能告诉我，明浩买这家破公司什么意思？耀帆，那个没事儿，你先出去吧。嗯。爸，你难为他干嘛呀？哼，我不难为他。我问你，你跟我说实话吗？啊，你小子告诉我，你买那家破公司想干什么？拓展业务啊！你少来这套。为女人吧？我这是有商业计划的，我得按计划执行。我还真不明白，你到处并购，这是犯了商家的大忌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我是真不懂你们现在做生意的想法。为了你的计划，买那家破公司值吗？值，非常值。我真是搞不懂你这什么计划。明浩，你是成功了，可是你也不能自我膨胀啊。爸，一切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我心里有数。你等着，我一定有。我现在不想跟你谈，等你冷静下来，你来找我谈。哼。在干嘛？怎么了？哎呀，大小姐，我们这里迎来送往的，要擦桌子，要端盘子，你在这里玩手机？我今天跟老板娘请过假了，我感冒不舒服。哦，感冒了，不舒服了，感冒就可以光拿钱不干活吗？青雨呀，你今天怎么了？怎么忽然间变得这么暴躁呀？是不是内分泌失调呀？你才失调啊！你呀，需要1天膏药。什么膏药？赵飞，赵飞啊！赵飞，赵飞，赵飞！别说那个赵飞，你们两个干什么呢？你们俩？赵飞，赵飞啊！我叫你别提他！你有病啊！拿这么脏的毛巾捂我，你
扔我身上，你找死啊你！你们两个人行了！哎呀，别打了，你们俩好了。哎呀！你闪开，没你事儿。飞哥，我不知道我做错了什么，轻易就打我。你怎么能动手打人呢？你还装什么装啊！我打死你！哎呀，好了，走开啊！都砸了，和西北风啊！叶青，你是长辈，不能这样。今天就是你的不对，跟一个小丫头闹来闹去的，好玩吗？大嫂，我不说了。还有客人在，你怎么那么不懂事？是啊，是我不懂事。你们说的全对，是我不对。这什么？都是你，倒回去。蝈蝈，你是不是跟我妈吵架了？岂止吵架，我委屈受大了。你妈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我让着那个奸懒馋滑的小南，现在小南那家伙都要爬到我头上了。哎，你之前不是对小南很好的吗？你还说他从外地来，要我们好好照顾照顾他的。我说过吗？是啊，我是说过，但那是他好好工作的时候嘛。可你看看他现在什么样，不好好工作那就得批评啊，你说是不是啊？还有这个家伙奸懒馋滑，还爱八卦，讨厌死了，让你妈把他给炒了。哎呦，蝈蝈，你一年呢都说要吵他好几次，不是过2天就没事了，还跟他说悄悄话了吗？以前的悄悄话，那是我们八卦别人，他现在也开始八卦我了。他八卦你的事？蝈蝈，你是不是谈恋爱了？没有，我没有喜欢任何人，也没有任何人喜欢我。哎，亲一亲，我来。哎，你还生我气啊？我都已经示好了，难不成还要我给你跪下？行了，谁生你气了？哎，还说不生我气呢。不好意思，让你们久等了，来慢用。一山，哎，你到底要休息多长时间啊？如果长的话，我就让小南放个长假。真的？哎，太好了，那我就可以回家看我妈妈了。可以啊，去看你妈妈不上班，工资打9折。啊，老板娘你也太抠门了吧！算了，我不回家了，反正也没有钱，买不了什么东西。好好干活。齐经理，怎么那么巧呢？什么巧啊？还不是齐总带着大家来找你的。哦，齐总，你现在也开始享受生活了？享受生活？一山，你现在不去上班，我估计我以后就没有生活可以享受了。一山啊，你原来不是放假，你是辞职了，什么意思啊？要不是听人家说，你就不打算告诉我了。妈，那个工作不适合我。不是，过去你说这工作虽然辛苦，但你喜欢它，现在什么情况啊？妈，你千万别着急，没出什么事了。我只是想做我喜欢的工作，所以我辞职不做，我不会再回去的了。你还是回去上班吧。我听出来了，你要不去的话，大家都没工作，都得下岗。行了，别犯倔了啊，回去上班。
气死我！这臭小子真以为他老爸是傻子看不出来啊？啊，他明明就是为了一个女人，还说什么，哼，我买这家公司是为了拓展业务。切！哎呀，你这做爸爸的，整天钱呐钱呐，你这儿子啊，光知道工作不想恋爱也不成啊！现在有个女人他爱上了，咱们明浩终于要恋爱了。对啊，振宇，你换个角度想想，这是好事儿啊！哎，你见到那个姑娘没？让我跟妈也见见。哎，什么时候可以见呢？哎呦妈，你们说的这是两码事儿，我见那姑娘干嘛？要真这样的话，我心里那块石头就落地了。明浩，哎，奶奶，累坏了吧？啊？没有，您怎么还不休息啊？等你回来呀。啊，我太激动了，所以睡不着。什么事儿这么激动啊？我爸跟你说什么了？哎，反正你记住，奶奶支持你，永远站在你这边。你放大胆子去谈恋爱，如果公司做砸了，没事，奶奶掏钱帮你补上。哎，好嘞，好嘞。记住了，就是一定要帮奶奶4代同堂。哎呦嘿，哎呀，奶奶看把你给急的。放心，奶奶啊，我一定尽力努力的完成任务，还有成吗？我就知道嘛，能不能透露一下，是哪家的女孩啊？哎呦，这不好说吧，奶奶。嗯，不说就不说。哎，反正你加把劲儿啊，赶快带回来给奶奶看看。好，差不多了，就把好日子给定上啊。好。哎，嘿，妈，听说大家都帮他追我姐，把我姐追的班都不上了，估计是秦明浩追我姐，他害羞辞职了。可不是嘛！哎呀，一山这次交到好运了，她呀能嫁一个好老公。偏心，只关心姐，那我呢？我嫁的好不好？我好不好？哎呀，你先别着急，别着急，你运气更好。只是眼下呀，先解决你姐姐的事儿。放心，交给我，我去劝她啊。我说呀，你就去接触一下嘛，总不能人家老板刚进公司你就辞职不干啊！哎，你拿他开涮啊！还有，你如果就这样拍拍屁股走人，不管公司那些同事，哎，没有你那家公司就要解散了，你怎么那么自私啊？哎，我怎么就那么自私了？依婷，我告诉你，这个事儿让我自己解决，可不可以啊？不行，这次一定要听我的。你不想当富婆？可他真的是个好男人，他当姐夫帅气。你们现在是不是听不懂我说话？我们没关系。我告诉你，我是绝对不会回公司的。哎，我跟你说真的，这没准儿就是老天爷给你的机会。一旦错过了这次机会，老天爷如果生气了，大好的机会就擦肩而过。哎呀，你就要像姑姑一样，孤老终生。你别给我一副什么过来人的嘴脸，我告诉你，你现在说什么我都不想听。哇，哎，给我！哎，你呀，我对你太了解了，你这个人就是表里不一，我最讨厌你这样了。所以呢，我知道你的秘密，这个男人的秘密。从以前我就觉得奇怪，你每次出去玩都会求平安符，可是上面只写生日不写名字。聪明的我今天上网查了秦明浩的资料，我就知道这都是秦明浩的生日。哎，你到底什么时候跟他好的？啊，还是你早就盯上他了？嗯，那是以前的事了。
我以后不会再见他的。你敢发誓，你从来都没有想过要嫁给他？妈，齐经理，你们都在这儿啊？要不要叫几碗瓦罐汤啊？几碗瓦罐汤，我们可真喝不起。医生，那个秦总，他终止了我们所有的工作。现在我们公司都要解散了。今天大家也无所事事，干脆到你这儿来蹭点瓦罐汤喝。什么？他终止了你们所有的工作？那你们？我说医生，他秦明浩简直就是神经病，这一见钟情不是这么玩的。算了，今天啊，我们大伙儿呢就吃个。想通了？想通？我想你这个词应该说错了吧？应该说是无奈。你是抓住了我这个弱点，你就知道我不想看到我的同事失业，不想看到卓越关门是吧？哎，是啊，知道你是个善良的人，不会丢下卓越和你那些同事不管的嘛。对啊，你就是抓住了我这个弱点，对我进行道德绑架是吧？看你说的，这还不是你逼的？我有什么办法？我要跟你复合，我想天天见到你，我喜欢你。那你知道我回来工作有2个要求吧？我知道，第一，不解散这卓越；第二，我离你远远的。我希望你可以信守承诺。你放心，我敢不信守承诺吗？回头你再拍屁股走人，是吧？我吓死了。是啊，到时候你再用什么手段都没用。知道。放心吧，啊！但是我有信心和把握让你回心转意，信吗？秦总，恐怕你太不了解我了吧？那咱们走着瞧啊！好好工作。奶奶，您别皱着个眉头呀，不就是明浩偷偷谈了个恋爱吗？这是好事啊。好事。哦。哎，也不知道是谁家的孩子。哎，我就担心会跟上次一样，得偷偷给他把关。嗨，一把关就露馅了吧？哎，明浩伤心的。奶奶。
哎，一山，这什么意思啊？这个我没看懂。你看，这儿。这是客户的报价单哦，还有一些附属的条件。哦，秦总，明天去上海的会议已经取消了。取消了？怎么了？让法务去不就完了吗？可是明天上海安排了许多重要的应酬。什么重要的应酬？不是跟你说过，我最讨厌应酬了吗？统统给我取消！你能先出去吗？我在明浩身边时间也不短了，从来没见过你弟发疯到如此地步。那你是没见过那个叫叶一山女人的厉害。这一次啊，我算是领教了。哎，我第一次看见他遇见一个人那么自乱阵脚。不是第一次了，叶一山是明浩的前女友，初恋女友。怪不得这么有杀伤力。那个女人可不是个省油的灯。我第一次见她，我也觉得她温柔可爱、知书达理。可是没想到，当时家里要送明浩出国留学，她也跟着一起学英文，成绩不错的，还申请了很好的美国大学。明浩想跟她结了婚再出国，但是她坚决不同意，而且还让明浩告诉家里人，没有这个女朋友。这是为什么呢？他不想跟明浩结婚。一山当时说想跟明浩做出一些成果再见父母。当时我也觉得没什么奇怪的，反而觉得这个女孩挺有骨气的。后来呢？后来她就消失了，带着明浩跟她准备一起去美国的钱，一起消失了。明浩发疯似的找了她很久，都没有找到，连他妈妈的店都消失了，带着钱逃走了。那我只能理解为感情诈骗。但是为什么？如果他跟明浩结婚的话，不是会得到更多吗？据我分析，他是怕我奶奶和爸妈不同意。后来，明浩只能一个人去了美国。怪不得明浩在美国这么多年，从来不碰感情。可是过了这么多年，他们又碰上了。明言，你说会不会是这个叶一山故意再次接近明浩？这个不好说，但是我敢肯定，明浩的心里一定没有忘记叶一山。要是我未婚夫敢这么对我的话，我肯定恨死他了。怎么可能还要求复合？感情的事没有对与错，只有肯不肯。明浩现在肯为了叶一山付出，肯妥协。我希望他能得到他想要的。但我觉得这种人根本就不值得信任。明言，你得好好劝劝你弟弟。我找个机会试试吧。请进。我知道你不舒服。哎，你不少，但是你声音很哑，我估计啊，你快感冒了。我没事的。这样，我跟……哦，对了，你来的正好，你帮我呀，把那个什么会议给我取消了，谢谢啊。走，去躺一下。可现在都已经11点了，去午餐会的人已经在路上了。你就说我牙疼，好吧？走。秦总，你就算不想去，也总要有一个靠谱的理由吧？什么靠谱的理由啊？你没看见一山不舒服吗？我能走得开吗？那会议有那么重要吗？你连这点事都办不了吗？啊？一山，真的过去躺一会儿，知道吗？如果公司的事情这么不重要的话，那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。秦总，我真的没事了，你还是赶紧去开会吧。行，开会，开会。一山，你听我的啊，过去躺一会儿，休息一下，好吗？要不然我不放心。人病了就得休息，知道吗？什么工作都得放下。哪有病了还坚持的？真是。来，躺着。走。
是这个吗？不会不会，太年轻了，明浩不会喜欢。哎，看那个。哎，这个长得挺漂亮的哎。马马虎虎。好，这个好看。也太飘了，不行不行。这位老阿姨，你四处看什么呀？这可是我公司的办公区啊！你的公司？是啊。哎呀，哎，还真是山中无老虎了是吧？哎，这位大姐，你怎么说话的？哇，哎，我跟你说，这位可是秦家的奶奶。啊，哦，奶奶，哎呦，奶奶，真不好意思，奶奶，这个，我有眼不识泰山，奶奶，对不起您了，您有什么需要啊？您累坏了吧？这边请，奶奶，奶奶，秦总啊，就在这个房间。哎，行了，你让我安静一下吧。哎，好的，我随时可以闭嘴，有事儿您随时叫我。哎呦，奶奶，这明浩怎么找了一个这样的人做副手啊？在这儿吧。哦。哦，奶奶，这儿躺着一个人。哎呦，别猜了，这一定是明浩的女朋友。你怎么知道？哎呀，你想呀，这明浩的办公室哪有这特权呢？一定是明浩的女朋友。大白天的在这儿睡什么觉啊？奶奶，过去看看。啊，叶一山啊！哎呀，你这张嘴多会说呀！哎，我看咱们明浩就是被你这张嘴骗得晕头转向的吧？哈！要是我可以重新选择的话，我根本不想认识他，我也不会受那么多痛苦。好厉害的一张嘴呀！幸亏当年我没让他进我们秦家门，不然被他踩在脚底下了。就是。是吗？当年是你不想让我进你家门的。对。3年前是我不同意你做我的孙媳妇，我告诉你，明浩根本就不想和你结婚到美国，你就拿着钱消失了。我没有拿那些钱，我离开是因为你侮辱我。不可能，那张银行卡明明就是被你拿走了，我1毛钱都没有拿过。还在那里狡辩。我告诉你啊，当日我可以把你弄走，我现在还是可以。谁都甭想把他赶走。我都听见了，奶奶，您实在是太过分了。我现在算是明白了，依山从来就没有不辞而别过，对吧？
都是您在搞鬼。一山，现在清楚了，这一切都是误会。不要再说了，我真的不想给你们第二次机会，让你们再侮辱我。不会有第二次，一山，相信我。我求求你原谅我好吗？原谅我，原谅我的不坚定。你不要上他的当，他当时是拿了你的钱就消失了。好了，奶奶，不要再说他了，行吗？我没有拿过你们的钱，银行卡号我还记得。不信的话，你们可以查一下。你说账号和密码，我现在就查。去查。但是你别忘了，我可以查得出你的钱是什么时候存的，不要在这里骗人。这个是我跟明浩联名账户的账号，还有密码。那个钱我没有动过，要是明浩也没有动过的话，里面应该有39万。这钱我是没动过，让他们去查。哦，现在就去。打电话可以查余额的，赶快去。哼，想骗我，没那么容易。原来你以为我偷走银行卡，拿了钱离开你？你以为你没有报警，对我已经很好了是吧？难怪你每一次见到我，你都是用那种态度来对我。你只会为你自己着想，你没有想过我这3年来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吗？对不起，一山，我错怪你了。我真的没有想到，原以为真正的爱情，却抵不过一个小小的谎言。你拆散了我们，你满意了吧？你对我残忍无所谓，但是我不明白，你怎么会对你那么在乎、那么爱的孙子，也可以那么残忍？你这个没有教养的丫头，竟然说我残忍！我真的庆幸，我没有嫁到你们那么冷血的家庭。你人长满刺的丫头，永远都不能进我们的家门！一山，一山，哎，你站住！哎呀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这是奶奶。查到了，一共39万1千多，3年来从未存取过。从未存取过？你瞧瞧，从没动过，这怎么可能？一山，你没事吧？刚才奶奶太过分了，我替她向你道歉，真的很抱歉。我当初真的不知道奶奶跟你说了什么，我只知道你突然之间就消失了，你知道吗？我怎么也找不着你，连你妈的瓦罐店都不见了。当时奶奶跟我说，你肯定是卷着咱们要出国的钱跑了。我虽然不相信，但是事实摆在面前，我也不得不信。他们要逼着我出国，我真的没办法。我知道我错怪你了，一山。你不用说对不起，反正一切都过去了，没关系。我只是不想你再出现在我的生活里。一山，好在现在已经真相大白了，这就是一场误会，不是你我2个人的错，对吗？既然这样，我们为什么不能复合？我们为什么不能在一起呢？因为我们是2种人，你家人根本不想我们在一起，我不想让他们伤心，还有你奶奶，我真的不想再让她误会了，所以，我们还是各走各路。你没必要过多的在乎别人的感受，关键是我们是不是真心相爱。如果我们是真心相爱，我们就不可以分开。我真的不想回到3年前那种生活，我不想让我们的感情伤害到你的家人，我不想那么自私。家人之所以不祝福，他们是怕有一天我们会不幸福。好了，你不要再说了，我想自己一个人静一静。
我想先回家，你走吧。可以，我可以给你时间。那我先送你回家，好吧？你不用送我回家，我真的想自己一个人静一静，我要想想发生的这些事。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现在误会解除了，我一定要和你在一起。我不想再受到伤害，我不想你的家人和我的家人都受到伤害，我不想再见到你。一会儿明浩回来，你可千万别跟他生气，好好说。妈，明浩回来了，回来了。奶奶，明浩，哎呀，明浩，我的宝贝孙子，你跑到哪儿去了？奶奶都以为见不到你了。奶奶，孙子不孝，我再求你一次，你就成全我跟依山吧。你回来就是为了讲这件事？我回来就是想做最后一次努力。还有，奶奶，我不管你这次，你是祝福我也好，还是不祝福我都要去的，没得商量。你们听到没有啊？你们的宝贝儿子，他在威胁我。没有，我告诉你，奶奶不同意。奶奶您保重身子。奶奶，我就不明白了，依山那么好，那么善良的姑娘，您为什么就不同意呀？啊！奶奶说不许，不许就是不许。如果你一定要跟那个叶依山结婚，我就和你断绝关系。妈，奶奶，你非要这么绝吗？哎，明浩，明浩，你给我站！哎呀，妈！我会永远等你。姐，姐，你怎么了？那个秦明浩啊，发短信给你，说他要永远等你，你赶快出来啊，回给他啊！你别那么大声啊，吵醒姑姑还有妈。哎，你怎么了？你哭了？你跟秦明浩吵架了？去睡觉吧。哎，就算跟秦明浩约会，也得拿手机啊。我拜托你别再提他了，永远别再提他了。我现在跟他没有关系，以后都跟他没有关系。等一下，可是他刚刚明明发了短信说他永远等你的，你们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啊？你不想跟他结婚啊？他是振宇集团的秦明浩哎。我现在就想一个人静一静。哎，一身长满刺的丫头，永远都不能进我们的家门。就这样吧，明浩。我知道你还爱我，可我不能接受你，我不能让你因为我和你的家庭决裂，我不能那么自私。明浩，你一定会幸福的，一定要幸福，否则我会恨你的。原来真的不是跟齐明浩约会啊？
分手了？哎呦，害我白高兴一场。姐，小心！姐，一婷，没事吗？好疼，别碰！哎呀！依婷啊，依婷啊，把这碗骨头汤给喝了啊。喝这汤能干嘛？喝了我的脚就能马上好，马上站起来啊？我的魏氏面试都结束了，我再也没有机会了，你们知不知道？依婷，对不起，都怨我吧。璇，我现在没有心情听你唠叨，我都快死了，你知不知道？你有办法帮我争取到面试机会，你就有办法帮我推1、2天，你听到没有？昨天到底出什么事了？是这样的，我差点被车撞到，是依婷她救了我。我说姐，你都多大岁数了，还在玩那种半夜悲伤过马路的把戏呀？哎，你要是真的爱秦明浩，你就嫁给他呀，好让我享享清福嘛！啊？你说什么？嫁给谁呀？没有谁。等你跟他结婚之后，说不定他关系能到电视台，让我见台长，省得徐安求人那么辛苦。不白救你了！哎呦你想想我的脚。你是秦总吧？啊，我是叶一婷。哦，依山的妹妹。啊，你好。你好。你说，你跟我姐曾经是恋人，什么时候的事啊？3年前。她怎么什么都没给我提呀？她不让我跟家人说，也不会告诉你的吧？为什么？你们不是男女朋友吗？而且你刚才不是说你们要结婚了？啊，这就是你姐的性格。她不想让人家觉得那个，懂吧？啥？总之呢，她希望靠她自己的能力，闯出一片天，不想靠我或者我的家里人，你懂吧？哎，她干嘛这样想啊？你是她男朋友，你帮她是天经地义的事啊。哎呀。你姐那性格你还不了解吗？要强。还有啊，她不想让人家觉得她贪图别人的荣华富贵，这个我也可以理解。可还是被你奶奶认为她是贪图富贵的人，干嘛假装清高？你别这么说她，她不是假装清高，她是自尊心强。我不是那个意思啊。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做？重新把我姐追回来？那可是当然必须的了。我还能让他跑掉吗？好，我支持你。真的？姐夫，你听我说。等会儿，你叫什么？姐夫。好，我就喜欢你这样。哎，姐夫，听着就是舒坦。继续。你放心，交给我，你一定会迅速的成为我姐夫。哎，我问你啊，那个嘉海城别墅是你们家开发的吧？对啊。那你帮我租间房吧。
我不想占你的便宜，我自己付账。那边离我上班的地方又近，那里住的人呐，人文素质又特别的高大上，我好喜欢啊！能不能帮我？不用租，你就住我房子吧。我就知道你最干脆了，姐夫。你放心，追我姐的事儿一切包在我身上啊！哎呀，来，去，坐好。怎么了？你不能这样啊！你不能不去上班吧？我没有不去上班啊，我说过了嘛，我休年假的。你蒙谁呢？哎，你不会这把年纪了还想在家里待业吧？什么这把年纪啊？我只是比你大几岁而已呀。哎，我跟你说真的，你老实说，是不是那个甲方想追你，你想逃避他，所以你不进公司了？没有这样的事。哦，那你为什么刚升了职，加了薪，你还休假？啊，你不会是怕自己爱上甲方吧？你胡说八道什么呀？那你不会真的辞职不干了吧？哎呀，你答应我帮我还信用卡费的。我答应过你的，就会帮你还啊。那你答应我明天去上班？为什么？因为你说过，在这家公司呢很有前途，可以学到很多东西。虽然那个齐经理有一点点讨人厌，可他现在很需要你啊，你总得要知恩图报，为你的伯乐赚钱吧。说实话，就算他没有我，也可以赚钱呢。话不能这么说，你的事业规划呢？忘了？此一时彼一时。就算我去别的公司做，也可以继续我的计划啊。别的公司？你要跳槽啊？你找到别的公司了？还没有想好呢。那你干嘛还辞职？你要记住，妈为了养我们，去弄那个瓦罐汤店，还跟银行贷款，压力很大的。你如果不去赚钱了，那我的卡费怎么办？我们的生活费怎么办？不行，我要去跟妈说你失业了。哎，你别去，你别再闹了，我现在还没有想好，别给妈添乱呢。哎呀，你到底想要什么嘛？我告诉你啊，如果那个甲方骚扰你，你就拒绝他。还是你有什么秘密不能说？说什么呢？我现在去跟妈说你失业了。别去，别说。那你答应我，不准辞职，明天就去上班，不然的话我就白救你啊！我是为了你的未来幸福生活着想，而且我也觉得那个秦明浩挺可怜的。你怎么突然间觉得他可怜了？我不管啊！你现在回答你的救命恩人，你明天到底要不要去上班？好了，如果你要让我伤心的话，那你就不要去吧。好吧，我睡了。一山，你回来了。秦总，我就知道你会回来的。我知道你心里有我。秦总，你误会了吧？我没有误会。你看你手里拿着衣服，应该是准备给我盖上，对吧？一山，回到我身边好吗？我希望每天一睁眼都能看到你。
秦总，我今天来是有事跟你说。你说，只要你能提出来，什么事情我都满足你。我本来没有打算回到这里工作，但是我现在，我发现我不可以没有这份工作。你是缺钱吗？你需要多少？告诉我。钱我自己会赚，这个不用你费心。其实我是希望回齐经理那边继续我的工作。好，我同意。依珊，你听着，只要你肯留在这个公司，你说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。谢谢秦总。那我现在就回去准备一下，回齐经理那边了。啊，还有依珊，说实话，我挺感谢你，你能继续留在这个公司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坚持到底的，我一定会给咱们俩的感情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。依婷，来，进来看看。哇！来，这个。这个给我的。对呀，感谢你。为什么我就遇不到痴情又有情、对我又有帮助的追求者？哎呦！喂，依婷，你又跑哪儿去了？干嘛？又在喝酒吗？徐导演，你知道你真的很烦呐，我现在很忙。依婷，那天晚上是我不好，你怀了孕了，心情不好，身体也不舒服，我不应该对你发火。你放心，我没有生气。真的吗？是啊，只要以后你都不打电话烦我，我就不会生你的气了。烦死了！明浩啊，好久不见，阿姨都不敢认你了。听说你自己创业了，已经成了年轻有为的企业家了。哎呦，阿姨您可别笑我了，自个儿创业啊，苦着呢。你们这些孩子都不爱管自己家里的生意，什么事啊都要自己做主，一个一个的主意大着呢。哎，也不管管我们这些老人发愁不发愁。哎，您儿子 Simon 不是已经接了班了吗？您还愁什么呀？哎呀，他呀10000个不乐意，哎，最后也还是接了他爸爸的班儿。对，那不挺好的吗？哎呀，奶奶。
实话吗？丽亚，不好意思啊，让你经历如此尴尬的场面。但是这事儿我必须得跟你说清楚，我确实是有女朋友的人了，我们在一起3年了，我马上就要向她求婚了。还有奶奶，你看你，以后我的感情生活，你能不能不介入啊？你看你搞得大家多尴尬呀！不管是家世、学问、样貌，哎，那个叶一山哪点比得上丽亚？奶奶不会害你的。奶奶，这丽亚是不错，条件也好，也挺漂亮的。可惜我不喜欢她，你说怎么办呢？别跟我提什么喜欢不喜欢、爱不爱的，你呀就是被爱迷惑了。哼，我看你跟叶一山根本不般配。没错，一点都不般配，我配不上人家。你真是昏了头了！你怎么会配不上人家呢？奶奶，你不是已经知道了吗？妈，你别生气了。我能不生气吗？你说明浩以前多听我的话，现在说什么都说我蛮不讲理，差点就没跟我断绝了关系。都是那叶一山搞的。妈，您这次骗明浩去相亲，我觉得不合适啊。怎么不合适了？宋丽亚是我让小兰给明浩挑的媳妇，我觉得挺合适的。奶奶，现在都什么时代了，您就不要管明浩了。秦明言，我还没说你呢。自己呢不结婚不谈恋爱，你现在还不让我管你弟弟是吧？怎么又扯上我了？算了算了，我闭嘴吧，免得误伤。不行，还得从根儿上下手。我得去会会那个叶一山。哎，妈，您这样不合适啊！要让明浩知道了，他会不高兴啊。他不高兴，我还不高兴呢。你就知道让儿子高兴，让他高兴很简单呢。你让他娶那个叶一山不就行了？可是我告诉你，有我在，办不到。
一山，跟我走。秦总，我在工作呢。我知道，但是我需要你现在立马跟我走。不好意思，我还有文件要处理。就当你陪我去开会行吗？走了。拿桌。你不是说带我去开会吗？怎么带我来到学校啊？毕业以后就没回过母校，难道不应该回来看看吗？一山，还记得这棵树吗？当年咱俩谈恋爱的时候，总在这棵树下看书学习、打扑克、玩耍、休息。不会都忘了吧？这棵树为什么是我的名字啊？去美国之前，我跟校方认养了这棵树，还有这片草坪。所以说，有时候有钱也不是一件坏事。去美国之前，对。虽然当初我心里挺记恨你的，但是我一直渴望有一天你能回到这里。再一次看到我们的树，想起我们曾经相爱的美好时光，所以我一直盼着你回来，带你到这里来，当着我们的树，我祈求你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回到我身边好吗？求你答应我。对不起。我现在做不到。没关系的，我可以等你，我可以一直等你。你们两个别一副无所谓的样子，这件事必须重视起来。你看看你们的儿子。啊，他已经被叶一山搞得神志不清，连家都不回了，你们还不在乎啊？妈，明浩跟叶一山3年多没见了，这次碰到肯定很激动。您现在说什么，他都听不进去的，所以我们觉得等过一段时间再跟他说。等到什么时候啊？等到叶一山怀上了我们秦家的骨肉？哼！我告诉你们，必须要给明浩施加一点压力，不许他跟叶一山接触。啊，妈，您说的没错啊。可是您想想看，明浩小的时候最听谁的话？您的话呀。您看他现在连您的话都不听了，您说，我们2个去说，他能听吗？又让我去呀，让我的孙子再多恨我一回呀！哎，你们2个这父母真不知道怎么做的，哎，眼睁睁地看着儿子铸成终身大错了，你们都不管呐！哎，妈，也许那个叶一山……行了行了，你想说什么我很清楚，我知道你心软。宋家那门亲事是你去联系的，啊，现在看到儿子态度太坚决了，你想改变你的态度，想做好人了，啊？我告诉你，别的事情都有商量，这件事不行。振宇啊，你必须跟明浩好好谈一谈，知道吗？啊，好，老佛爷的话就是最高指示，我去，我去。
一山，我想送你进去。你想干什么？我想见见你妈，因为我觉得我现在追你特别困难，你总是不答应我，我想让阿姨劝劝你，来帮帮我，行吗？明浩，你终于肯叫我的名字了。我也想以朋友的身份来劝劝你。你别劝我了，如果你要劝我放弃的话，那你就别劝了，我是不可能改变初衷的。我知道我这样对你，这样不接受你，对你是很不公平的。你也知道，但是你别但是了，我也不要公平，我就要你这个人。我是要你可以理解我的选择，我不想因为我的爱情伤害到其他人。咱们俩之间的爱情只有我们两个人，没有其他人。你别太天真了，你真的以为我们之间的爱情没有其他人，没有其他事吗？我不想说是因为你的身份造成的，但是确实是如此。明浩，可能你之前没有试过失去东西。你仔细想想，如果我们真的又在一起了，势必还会发生很多不愉快。那我们为什么不保存着以前的回忆，互相祝福对方的将来呢？我就问你一句话，一山，你还爱不爱我？如果还有爱，凭什么放弃啊？没有我，你也会幸福。不，没有你，我不可能幸福。